还是这车牛逼啊！看看到哪儿了？长安街，以前骑摩托就能过，现在没戏了。这玩意儿不比摩托车流氓啊！大家好，我是 DJ 汉堡。哎呀，在北京找一个没那么亮的地方啊，太难了，好吧？那这期要拍什么？大家我相信也很清楚了，就是刚才给大家展示这个北京最高路权了。除了这个残疾摩托车，最高路权就是这个电动车啊，小牛 MT 2025款最新北京特供版的这个小车啊，我给大家提了，这是我第一次开这个智能电动车。我以前有个传统的电动车，在4年前买的，只是为了就是说从家到地铁站更方便一点。然后剩下我在北京开交通工具，就是我开交通工具全是油，比如说北京的油车呀，然后那个摩托车都是油的，对吧？我没有开过电的属性。那个传统电动车就很简单啊，就是插钥匙、解锁、打大灯，然后有个滴滴就没有了。但这个就是完全智能电动车。这次为什么我要做一个视频啊？我并不是说就是收钱了还是怎么，的确是，首先是一个自己分享，第二是这个小牛电动车这最新这款的确是给我有很多的这种震惊啊，或者说给我很多这种不一样的感受啊。那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外观，看小牛外观很喜欢，尤其它这个灯啊，它灯说什么上过国际专利还是怎么着，的确很漂亮，很漂亮。而它这灯啊，我靠，的确你看它照得远啊，你看它这是近光灯啊，它可以看到路牌啊，你看这挺亮的了。你看我开远光灯，看没有？这是远光灯，就真的是挺亮的，反正比我那个 GS-X50亮。这250他妈卤素灯就巨他妈暗，我靠！然后你看啊，然后它可以这个，你看有个功能，我觉得很多人都没发现。前面键盘咱一会儿讲，你看它这块有一个交替，我靠，这摩托车才有的功能啊，看没有？可以交替使用，给大家再直接照一下试试啊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，手机可能效果不太好，你看没有？可能效果不太明显啊。哎，其实还挺远的，对吧？我觉得还是挺远。然后你看这有电动车，你看能把它牌照亮，对吧？这是它的灯。然后咱们再看着它的尾灯啊，这是它这个尾灯，看没有？在这儿。然后但它没有这个，就是照这个车牌的，它没有，倒是。这是它的尾灯，然后应该也是刹车的时候会亮红，咱们看一下啊，有没有这效果？啊，你看到没有？是可以的啊。现在我捏刹车了，是可以的。再简单说一下续航，那你想续航90公里，如果夏天，那90公里，说实话，你从南五环到北五环，从北五环到南五环，弄做一来回，可能都还有电啊。但前提是你没减这个限速的情况下，我反正是没有减啊，因为我目的就是要它这个续航嘛，对吧？就是这样的，所以续航是没有问题的啊。然后简单说说它这个车上有什么这些智能化设计啊？手机上到时候给大家做个录屏的这个演示。车上呢，主要就是说你一上车，看没有啊？我一上车，它首先会自己亮灯，然后我一打这个脚撑子，你看这就可以走了，然后因为我拿手机拍摄啊，我不能给大家就是太快啊，你看没有？这就可以走了。然后呢，你看啊，我现在停车了，哎，我打着脚撑子，看到没有？自己就关了，3秒钟，这一切都可以在手机上设置，就 OK 了。然后你看我要再走。哎，然后你看就可以走了，就可以继续走了。这就是它的一个设计啊，我觉得很不错。就是这就跟那个你开汽车一样，对吧？汽车都是你拿一个就是无感应钥匙，就是我现在拿手机就可以了。当然它还有别的这个设计，比如说你可以就是说拿这个卡开啊，给它演示这个怎么拿卡开。啊，你可以刷卡啊，看到这个小卡啊，就关了。然后你也可以在这儿又开了，就这样的，挺有意思的啊。然后它这个钥匙开座筒的啊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。这个座筒有很多种方式，手机上一会儿给大家演示。然后比较正常用的一种啊，如果你没带这个，因为现在我基本就不用这玩意儿了啊，看没有？直接按上2下这个啊，就可以打开了。但它充电是要打开座筒去充的，这就是它的电池，看见没有？我还能不能看见啊？然后这样给它关了。然后还有一种呢，就是用它这个机械钥匙啊，看没有？给大家看一下，在这儿，看到没有？插进去，然后看也能这么一转一下，也可以开，就是这样的。这就是钥匙作用啊。然后钥匙它是关不了这个什么的，关不了这个电源的，只能是手机
或者你设置自动，或者说卡，对吧？卡一下就关了。然后你看它为什么亮这个灯呢？是因为我设置它这互联，现在手机在我这个在我这个包上嘛，在我现在录像的上面嘛，所以它是显示亮灯。就是说你要拉远的话，它就会这个关灯就是直接就落锁车了。但是这你可以设置距离啊，你可以设置具体距离。我现在没法给大家录，因为你要是真让它关灯，我就要跑特别远的位置回来刚刚那个地方了，好吧？那现在让它亮起来啊，亮起来。你看，因为我现在就是这个智能，就是我没有这个卡也可以的，因为我手机在上面，手机相当于就是一个 NFC 钥匙，手机相当于一个就无感的钥匙，对，这么说，你看没有？然后按一下，哎，就开了，就还挺有意思的啊，很有意思。这是这样的，然后你看，这就是它小牛钥匙，这是我那个最传统的这电动车钥匙，对吧？还得解锁的，还得这个拧才能走。现在就很智能了啊。OK， 刚才看了晚上的效果呢，现在看一下白天这个车的整体的感官啊。我觉得它这个黑绿色配的还是挺不错的，整个它这配色我一看您啊，还是像我所说的就是比较年轻、比较运动的感觉。看。这外观也挺像摩托车那感觉的啊，因为我其实没有骑过踏板摩托啊，但是你看这样，然后你看它这个电池呢，其实看起来也没多大，对吧？你看就在这一块，然后给大家打开电池看一下啊，它这个开箱子，要不就是通过手机可以操控，要不就可以通过钥匙操控，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打开，按这两个，按2下，自己就开了，你看，就打开了。挺沉的啊，我觉得提着起来挺沉的。然后这全起来是这样，然后基本上如果说放这个电池的话，我觉得就没法再装别的东西了。他们有可以改装的，好像说把这块给它去掉吧，好像就可以。但是我就没得改，我这是完全原装的车啊。然后呢，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智能的机器呢？就是刚才我把电池拔下来那会儿录视频的时候，我的手机 APP 就已经提示了我，你的电池有异常的这种状态，就是被拔掉了。然后你装上去，它也会有通知。所以就是说，它的安防也是很牛逼的。就是说，如果震动，比如你看，当时我上完牌以后，他给我装这个后座什么的，就是这种异常震动。因为你想，它那个工具的声特响嘛，咣一拧一震，我手机 APP 全部它都能提示出来，就非常智能啊。APP 我给大家一会儿一笔带过啊，最后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因为我是拿手机的，就是现在这个绑定的手机在录，所以我没法给大家完全展示，好吧？这个就是整个电池的状态啊。然后这电池能不能改，这我就不清楚了啊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玩这个智能的电动车哈。然后呢，再给大家展示下白天时候它这效果。晚上刚才大家看了吧？晚上的时候这个屏幕会变暗，然后灯会打开。但是呢，白天的时候你看啊，这是晚上的效果。然后现在因为是白天嘛，所以你看就看不到灯，对吧？然后它这是变暗。但是白天的时候，比如太阳光，这个太阳光很刺烈，什么太阳光很这个强烈的时候呢，紫外线很强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屏幕就看不清楚嘛。啊，你就可以把这按钮看没有推过来它变亮了嘛，发现没有？啊，就变亮，这是白天的这个屏幕的效果，好吧？它还有一个非常牛逼的功能是什么呢？它可以就是助力倒车，就这只有在高端的摩托车上才有的这个功能啊。你看，比如现在我是开启的状态，然后我点击这个定速巡航，因为默认来说你得10几千米以上才有这个功能嘛，按一下，它会显示一个 A， 然后你一直按，看没有？这个现在没人啊，你看一直按，看没有？它会倒车，看没有？非常牛逼！我操，你看，这个功能非常实用的。比如说你在这个一堆电动车里，然后你在充电，或者说你在车棚里头，你按这个来倒车，就自己就出来了，你坐上去就自己出来，然后你直接就可以走了。然后怎么恢复呢？再按一下就恢复了，它就恢复这个行驶的状态了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啊，我给它演示这么半天，我一直没有充电，它掉了这么多电。还是我又那天晚上拍完以后又骑了半天，就90公里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续航焦虑了。在北京，你从南五环骑到北五环，从北五环骑到南五环，就还有剩余的距离，哇，太牛逼了，真的！你就有这电动车，而这还是没有改装，因为我没有魔改嘛。你要是魔改以后，那真的是非常强悍。而你别忘了，它的路权是很高的，对不对？我也开头也演示了，是不是？比摩托车路权大多，而且你随便走啊。你像摩托车，比如说你要走这些地方，对不对？你可能还得看看保安让不让，什么这个那个的，然后能不能上来。这电动车无所谓啊，而且这东西很便宜啊，才3000、4000块钱，
你一个摩托车，你像我这叉摩托车当时买，你落地上牌这些东西加一块是3万啊，后面加一个0啊，所以确实这个电动车，的进步就是电啊，新能源进步是非常强大的，是非常强大，就是真是超乎我的想象吧，应该是很方便，而且它设计都很完善。那接下来给大家讲讲它这个控制盘上有什么功能啊？刚才也说这是开关对吧？看这绿的小玩意儿，按一下，这是驻车对吧？再按一下就可以动，接电。驻车下是你拧油是没有用的，哎，你看你拧油是没有用。这个方面，比如说你等红绿灯的时候，有很多电动车在前面，你怕撞着别人或撞上机动车，你就用这驻车档，对吧？你可以就是说搭在这儿，你转也没关系。然后让它动，然后长按是关机，刚才也说长按是关机，咱就不演示了啊。然后别的功能，这就是模式，它有3个模式。你看这个叫什么 eSave 就是慢一点，应该也就是骑到最快13、15吧。那比如说你在2环里的胡同，或者在这种乡间小道，你想慢慢的骑，你用这个 eSave 就很省电，然后呢它也很慢，对吧？15的这个就是速度。然后一般我用这个叫什么？应该是动态吧 ，Dynamic 是动态吧，就是它一个我不知道它的翻译怎么说啊。这是我比较用的，这可以到25。然后还有一个是叫这个 Sport， 就运动档，就是我感觉就是动能更猛一些。就是小牛这 MT2025吧，它的这个感觉怎么呢？它的加速是比较线性的感觉，就是慢慢起的感觉。它没有说一下咣一下就上来了，它不是这样的啊。它可能好像说 NXT 上呀还是怎么样，这具体就不知道了啊。这是模式，然后这个就是大灯啊，刚才我没说这个。比如说现在这是白天的模式，你看明显这个亮了，然后它这个灯就关了，灯只有一个这个普通的照明灯，这普通照明灯在白天就是没有效果，晚上你看也没有什么效果，它只是一个照明，看没有？它只是照明它这个让它前面亮起来，有这个效果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只要把这个打开以后，这个灯会变暗，看没有？就不晃眼了，然后你看远光灯就开了，如果关上就是这样的，没有效果的，但它这是亮的。然后现在打开啊。哎，你看是这样的，然后近光远光也说了，比如这边，然后说这边啊，看这个直接是一直远光，这近光就关了，对吧？然后一直远光的时候也可以做这个远近光交换啊。你看我现在按一下，你看远光变近光了，远光变近光是这样，近光的时候远光就是这样。然后这个是滴滴嘛，它这个滴滴啊，跟摩托车一样响，好吧？以后有机会给他做一个 GS250那个评测，那我骑了好几年了，摩托车的。你看，这个绝对很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平常滴我们家小区保安的时候，我能知道这个滴滴多响。就是摩托车那个滴滴啊，你不戴头盔，你觉得有点刺耳，它这个电动车就有点这样了。我那个老电动车按的时候就是不刺耳的感觉啊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呢？有俩后视镜，你看我这个。就大家看我可能觉得大惊小怪，但以前说实话，电动车特别基础的那种设计，所以我觉得我的后视镜挺方便超车啊，还是方便怎么样？然后这两边刹车这应该是可以摘下来啊，我一直没摘啊，刚提的车。然后这两灯就是一个装饰灯啊，但我觉得还挺科技感觉的。然后这个 Ready， 你看这就是我说句话，为什么这次我感觉就特别好？它就是设计感觉跟摩托车就是贴进去的感觉了，快近乎差不多。Ready 是准备好了吗？然后你看这个，比如我开远光灯的时候，你看这不就是汽车的那个设计吗？对吧？摩托车不都是这样的吗？关上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。然后显示屏幕现在是22.45块，马上快晚上11点了。然后这是电池电量，这93%，那这一共行驶了多少公里吧？我应该最近2天开62，对吧？包括加上今天上牌什么的。然后这是显示速度。然后北京这个表盘也是特供版的，我看那个好像人家深圳或者外地地区的。是一个黑色那个，我那个更漂亮啊，这个反而有点那种老式显示屏的感觉啊，个人的一个主观看法。然后我看看还有哪个没有讲啊，这个巡航这个功能也是这次让我很惊喜的一个感觉啊，就是巡航它是怎么样呢？现在我的巡航了，你看我这手是没给油门啊，我是没给油门的，好吧？看没有？然后它这显示巡航的设计，看没有？我是没给油门的，然后这个为什么很方便啊？这个我在汽车上我都一直没有使用巡航功能，我第一次使用，没想到是在这个智能电动车上。你看啊，比如说这样的，你看现在因为我们要设太快，但是我还一只手我在拿手机。比如说现在你设置到20吧，你正常骑行的时候，比如说现在我要加速，你看啊，我加速就是介入了，
如现在我觉得这个速度不够了，你看我在加速，你看它就从12，开始加，看到没有？开始加速了吧？开始加速了，就是它可以从它巡航的这个速度开始介入，然后我在线上再点上去巡航，看能不能行。看啊，现在又巡航了，我冒生边给大家拍这视频，看又巡航了，你看我没动啊，看没动，16。然后我刚才是加速对吧？不够了。如果现在我觉得前面有很多外卖小哥，很多这个快递车，很多汽车要来了，我觉得很不安全，我慢慢减速。我一刹车，它不是刹停，你看啊，你像我给它刹车，它从16开始往下掉，你看慢慢减，慢慢减了，对吧？就是我说的，你可以完全就是时刻在我巡航不巡航，巡航介入，巡航介入，巡航介入这么设置，真的非常牛逼。就我只能给大家说到这儿了啊，就是我没法给大家，因为我这运用相机在重庆丢了，哈哈，所以说我只能给大家说到这儿了。但我尽我的这个所能给大家说明白了啊，就这个大概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说你可以时刻在这个介入啊，或者说怎么样，就是说刚才我说一般的话，比如我今天骑这个3环2环的时候，你就开到25满把嘛。你要知道，如果你长时间，尤其它这个这么高的续航，你长时间这个满把的这个骑，你手是有点累的，一直你要这么拧嘛，就跟开车一样，你不用没有巡航，一直用拿脚去给油门嘛。那我等于说我在骑的时候，我这手就可以不用给油了，然后我就时刻介入，什么样介入？比如说前面状况堵车了或者怎么样，我给点刹车，让它慢慢下来，我看新的续航速度什么样。然后如果说是慢的续航速度，我看什么时候前面开阔了。没有人了，没有车了，我就给它大到25，然后再给巡航。就这个键反而是我经常使用的一个键，它的巡航功能啊，真的我说实话，因为我开，尤其是摩托车不用说了，这就是电动车摩托车不一样。顺便再说一句啊，汽车巡航我一直没用，因为可能加上那会儿学车各方面，我觉得不安全什么的，但是以后可以用上。那摩托车明显不一样，摩托车是什么样的？摩托车它是手动挡，对吧？我那这它是手动挡，你时刻这边是离合嘛，你看。这个自动挡都是这个，包括踏板一样的，都是刹车了。离合，比如说我起步的话，不可能我一拧就走了。起步，看啊，三节离合，往下踩1，然后呢慢慢走，然后挂2，往上挂2，挂3，然后呢前面那个有车了，然后往下踩3、2，这么减了，还得老得一会儿升档，一会儿降档，一会儿上档降档。当然我对这方面没有任何问题，但是如果抛去这个设计，对吧？那我就说明我完全享受在这个骑车的这种感觉了。摩托车，我在骑摩托车的什么感觉呢？我在骑摩托车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怎么说战斗，就是我想因为就是说摩托车，如果你不到对应的这个就是转轮的那个转速和对应档位，你骑得很他妈难受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时刻保持让它一最顺畅的速度。就如果前面很远没有车，我就让它转快点，因为前面如果说你是用1档这么慢挂，然后转速特别高，那就特别难受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摩托车非常的战斗。像以前我在2环里骑，就不说这些了啊，现在粉丝有点多了，说这不太方便，就可以骑得非常战斗，骑得非常顺。小红书上我说了，那现在这个电动车呢，它既有说自动挡的好处，加上灵活性，它又是一个自动挡，等于你可以时刻的，就通过拧油就可以了，跟踏板一样。但踏板北京的踏板就是什么呢？你没法进4环，对吧？就这么个问题。你就算京 A 的话，你比如什么府右街啊。然后府右街，然后包括2环里有些长安街，你不也都不能上吗？当然，电动车也不能上长安街啊，对吧？但是现在电动车的通行范围是最强了，除了这个残疾摩托车当然更牛逼的一个存在啊。那么今天简单给大家说一下感受体验，然后这个等过段时间拍一期它的续航。反正我目前是没有想这个减除限速的这个想法啊，我目前是没有想减除限速的想法，我将来可以。比如给大家骑一个那个17号线，我从北京也是城区啊，丰台的这个新宫站，我骑到海淀牡丹园，然后跨过西城，跨过宣武和西城，给大家看一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。然后我这么做一个来回，比如从新宫，然后到牡丹园，从牡丹园再到新宫，然后加上我可能找哥们儿啊姐们儿吃个饭什么的，然后我再骑到新宫，看看它的续航还有多少。然后等我充满电，给大家做一期。那这期就是我的第一体验，我想能说都说了吧，一个续航很牛逼。对吧？我骑着车，我直接就干到长安街上了，干到府右街上了。然后，它的这个稳定性是还没说，一会儿再说啊。然后它的这个智能化设计，它这个灯光啊，它的整体的感觉，它的这些智控，一会儿给它手机的看着智控。然后它这个整体的这个车的感觉也是特别怎么说呢？特别的这种比较厚、比较稳的感觉吧。跟我那个电动车，比如你看我那电动车是个什么样？你看这路边的停的差不多。就这种比较单薄的这种，都感觉不禁撞的感觉，就是这样的，所以也没法骑太快。当然你不减速肯定也没法骑快，对吧？
整体是比较稳重的一个感觉啊。然后刚才说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呢？它的这个就是叫什么减震，我觉得还是很牛逼的。就你坐在上面啊，你看，尤其北京市这些道路，看这盲道了吗？如果是正好这车啊，挺给力。就这种小车啊，你在这个盲道上走，就哔哩咣啷哔哩咣啷哔哩咣，就这种感觉，你觉得骑特别不稳，你就不敢给油的，你不敢给这个加速的。但是你用这个小牛这个车骑啊，我靠，就跟平地一样。就我说了，你们可能不太相信，但真的骑上来的感觉，就是说你做了一个这个转换，就跟你用 iPhone 6换了个 iPhone 16 Pro Max， 我操，那肯定是非常牛逼的这种转换，这种细节只有你自己体会啊，就跟平地一样。所以说它就很灵活，一个是我说它的通行范围很高，二是续航强，二是它的灵活性，比如说对吧，非机动车道上堵了或者怎么样，或者机动车停在这儿了，你直接跨人行道，人行道上没人，然后走这盲道什么都没有任何问题啊。但是一切是不影响别人的这个行车安全，包括自己安全情况下啊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这又涉及到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电动车的这个对吧？它是白牌，它是属于非机动车的范围。你就算上到，比如现在你看晚上没有什么，你还快到夜里了吧？晚上没有什么人的时候，你走这机动车道，谁找你啊？没有，现在因为没有监控可拍，对不对？就是当年京域摩托虽然不让进4环，虽然这也是我一直认为这是个争议法规啊，它限制这个摩托车的通行权利，这块就不在视频里多说了。那他那会儿只是现场警察去抓，那会儿我的期性就是，如果警察抓我 ，OK， 1分100或者3分100就给了就行了，最早是3分100嘛，对吧？那会儿我就自己大家管理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后来他有监控，警察要现抓，那我算了 ，OK， 那算了。但无论如何，他是有监控可以拍你的。但电动车，你说它没有监控拍不着啊！真当年京 B 摩托车或京 A 摩托车拍不着，对吧？我跟大家讲个，我相信现在看到这儿都是比较铁粉啊。当年就是京 A 摩托车3、4万、4、5万的时候，那会儿可能现在有人说，我靠，现在不是最贵不是涨了50万吗？我涨了多少钱的时候，说你为什么不买啊？对吧？说你为什么不买这京 A 啊？我跟大家说啊，我问过这几个老哥，那会儿京 A 3、4万、5、6万的时候，谁买谁上牌，谁就属于傻叉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大家可能现在没法去理解这个感觉啊。就那会儿都玩什么水车还是什么的，当然这就不多说了，好吧，这就不多说了。那说了这么多优点啊，这是给我的一些，比如说震惊或者说惊讶也好，第一次感受这个智能的电动车，就是比较电的这些科技的小物件、小玩具。但是有个缺点啊，就是我最近骑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它好像有一个什么 TCS 对吧？类似于摩托车这种防滑什么的，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它会经常很敏感的去介入。就有时候你比如说你走人行道，或者走一个坡，然后从这个坡上下来的时候，从上坡的时候，突然就会感觉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过那涡轮增压的油车啊？就有点问题的涡轮增压的油车，它总会咯噔卡一下，就感觉这油就是我看怎么说，就是你骑摩托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你挂错档了，挂到空档了。就没有劲儿了，突然，这是我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，但并不致命啊。就是只要是遇到这种坡，一走的时候就会变成，这好像没劲儿了，然后再拧才有劲儿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开了那个的缘故啊？因为这只是我这2、3天的一个感受。那以后可能还会出一续集啊，出一个关于它的这个通勤里程的这个，好吧 ？OK， 那继续回到晚上，然后后面我要放一个我去上牌的一个小小的过程啊。给大家简单讲一下，然后你上牌之后，这个座是人老板送我的，送了一头盔，送了车衣雨衣，你可以管那老板去要，跟他谈就行了。然后都是小牛这玩意儿都是在网上去买，然后线下去销券，你找一个离你家差不多近的，服务态度好就可以了。因为你说给谁送钱不是送钱，对吧？像这玩意儿都是后装的，你上牌的时候不能装这个东西，好像是。然后这包里这都可以收起来。刚才我让我家里人做了一下，感受了一下。这都可以收起来，对吧？就可以了，好吧？那这期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给我3连关注 YouTube， 点赞订阅，我的视频在各个平台都可以去发布。然后一会儿讲那个智能化，同时过段时间我可能会做一个摩托的评测，就是我一直骑那摩托，我也做了，因为以后摩托车通行范围，我靠。感觉会越来越低吧。然后我家里还有个油的老车，也可以坐着玩一个。我也试试做车的评测嘛，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也不是说接人广告或者怎么样，我就是自己的东西嘛。咱就有我自己的感受体验嘛，就跟我做 vlog 一样。你看自己关灯了，但关灯以后，你看收到了吗？因为我这个手机还在这儿，所以它还是亮，也是我自己的感受嘛，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嘛，也是混视频，
混时长。然后可能过段时间还有别的车吧，反正都是我自己的车啊，我也没有什么别人给我的车。OK， 那这期视频就是这样，然后给大家看看后面的东西。刚才有些地方感觉没说全啊，灯再给大家展示，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打泵，可以打那个左转向右转向灯，打闪啊，左闪右闪那个灯，在这儿你看啊，现在比如说往左，你看这就跟那个摩托车差不多了，其实差不多了，然后这边也会亮，看到没有？这是左转，然后后面可以看到，看到没有？这是左转，右转一样，然后它恢复是这样，按中间这跟摩托车一样的，看这恢复，然后右转一样的，然后那刚那个灯在打闪，然后前面打闪，然后我现在给它打一下双闪试试，双闪恢复，双闪在这儿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紧，你看同时蹦，然后也一样的，这边双闪。这是双闪，也是一样，对吧？今天拿着这个手续来这个丰台政务中心上牌啊。我的以前它是在那个大红门交通队，现在改到这儿来了。它这一个综合性的中心，在这个哪儿？海口屯这儿啊。这以前是那个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，以前挺繁华的，现在有点落寞啊。活啊上好了，这挺费劲儿的。他现在管得挺严的，必须得是合规。他查电池，查那个那个什么那个机动车上那个号，然后查你的什么脚蹬子什么的，都挺严格的。看到没有？这儿也是以前经常骑摩托的地方，可以直接穿过这长安街啊，不能走长安街，但可以穿啊。以前金碧号牌啊，看到没有？非常核心的地儿，现在也不行了，现在改成这个小电动。西单。